你能帮我找找吗？啊？私藏我东西，还敢让我闭嘴？哼，这下栽到我手上了吧？师兄，严丹这是怎么了？啊，研了半天墨，乏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师妹，所来何事啊？今日是1年1度的中元节，按照门规，我们应该上山守夜镇妖。我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和宵夜了，这不来叫你们一起呢。严大，你别害怕，这名义上是守夜，实际上就是我们门派1年1度的茶话会，大家都很盼着这一天呢，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憋死我了，终于能说话了，什么情况？我愿意去，我愿意去。笑什么？怎么了？唐周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严大，你怎么还吃得下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不是茶话会吗？不能吃啊！不是，刚刚说了这么多鬼故事，你不害怕呀？说实话，你们刚才讲那些鬼故事，真的比我在画本里看到的逊色多了。哦，你那么有本事，来说一个听听，我也想尝尝害怕的滋味。既然义兄涉猎这么广泛，不如你也讲一个，让义妹我尝尝害怕的滋味啊！没问题啊。你做什么？严大，你别害怕，那个是降妖堂发出来的声音。师兄们每次云游回来，都会把捉到的小妖送入降妖堂关押。这堂内啊是机关重重，堂外呢又布下了锁妖阵，所以会时不时发出铃声。哦，怎么害怕了？谁怕了？那就乖乖的把眼睛闭上。闭就闭。听好了啊。从前呢，有一对夫妇，丈夫和一个砍柴的樵夫一起上山砍柴，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。于是妻子匆忙地去山上找他，找了很久，却只发现砍柴的那把斧子上面血迹斑斑。妻子呢，以为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就哭着回家了。结果过了10日，
丈夫突然又回来了，妻子欣喜万分。妻子就问他，说你啊，这段时间去了哪里？丈夫说，他在山上迷了路，找了好久，才找到回家的路。妻子第二日去了集市，遇到了和丈夫一起砍柴的樵夫，便问其此事。樵夫突然大惊，哎，你的丈夫10日之前便已经死了。于是呢，那女子不安地回到家，就看到自己的丈夫正低着头在找什么东西，突然有一双手臂抱住了她。就这，唐天师，你这辈子都吓唬不了我了，好吧？还有，夫人，我的头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你能帮我找找吗？啊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严淡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有病啊你！你不是说我这辈子都吓不着你吗？哎，你拿的是我的酒。睁眼了，跑吧。小人！今日掌门命我下山讲学，这道禁制我就先给你解了。多谢啊。晚上我想喝核桃粥，哎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把这核桃都给我包了吧。好的。你呢，也别想耍什么滑头，这门口有道禁足符，你出不去的。不是，咱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？要如此虐待我？别忘了，你私藏我簪子的事情，我还没有跟你计较呢。小人！大师兄，山上的日子对姑娘来说太过清苦了，我做了碗甜汤，尝尝。多谢大师兄。啊，还是大师兄好啊。那个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义兄，成天就知道欺负我，把我关在这屋里当苦力，给他包核桃。哇，不愧是大师兄，厉害厉害！师弟这般待你，姑娘为何还如此任劳任怨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嘛，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啊。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其实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他打杂的。严淡，其实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对你一见倾心。经过几日相处，我越发明白自己的心意。以前你在这世上无依无靠，今后若是你嫁给我，我定会保护你、照顾你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哼，这么突然，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？也是了，
我是知道自己其实是比较有魅力的，可是此事，怕我义兄不会答应。唐州愿不愿意不重要，只要你同意就行。大师兄所言，我甚是感动。但是婚姻大事，我还是得跟我义兄说一下。虽然我父母早逝，可是我母亲曾经跟我说，女子在成亲之前，必须要合下对方的八字，看看是否合适。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能不能等我几天，我再给你答复？终身大事，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。那我去写八字。大师兄，这个我昨儿在后山守了一夜，这今早吧，每风一吹，索腰镇的铃声就会响个不停。我这脑袋疼的呀，想补个回笼觉都不行。你看，要是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先把这个法阵给我撤下来，让我补个回笼觉呢？这……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为难就算了，算了。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，你好生休息。多谢大师兄了。还想跟我成亲，核桃都不给我包，就不是那个。哼。妍妍姐姐，丹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？自从你失踪后，山主日夜茶饭不思，已经快急疯了。我们被派去各处打探你的下落，谁知我妖力不济，意外被他们所抓，关进了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实在太过分了！你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，他们却如此虐待你。我虽然是只虎妖，但从未做过任何坏事，可仅仅因为妖的身份，就被打断獠牙关了起来。妍丹姐姐，这里危险重重，既然你安然无恙，赶快跑吧，去找山主。他看到你没事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到时候让山主来救我们。丹叔，你别怕，我现在救你出来。若不是我感应到了符咒被破，及时回来，你只怕就要被万箭穿心而死。以前我一直觉得，若是落在你的手中，那是天下第一惨。可是今日进了降阳堂以后，才发现，你跟凌霄派其他人比起来，已经是活菩萨了。天师捉妖，天经地义，那些妖本就是咎由自取。我朋友丹叔，就是那只小狼妖，他是为了找我才被抓的，他有什么错吗？我们虽然是妖，可是我们也有血，有肉，我们也会感受到痛啊。我们妖跟你们人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你失去师父会痛不欲生，难道我们失去朋友跟家人就不会感受到痛了吗？杀害你师父全家那只妖纵然有错，可是你不能把责任怪在所有妖身上。唐周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捉妖？你是为了心中的道义，还是只为了心中的私仇呢？颜淡姑娘，你在屋里吗？师弟，你回来了。大师兄，我向颜淡求亲的事儿，他同你说了？他是和我说了。但是呢，你们不能成亲。为何？你说了不算，颜淡说了才算。颜淡，我已将八字写好了，你写了吗？你，唐周，颜淡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如此拦我，是何意？
唐周，你以后是要做掌门的，就算你也对他动了心，但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今日降阳堂法阵莫名被撤后，险些引出祸患。哎，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此事关乎师门安危，还请大师兄费心查出真相。要是被掌门察觉的话，恐怕你我二人都难辞其咎。还请大师兄不要被女色冲昏了头。我毕竟是你大师兄，已经对我如此无礼。大师兄是来找我的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？难道我要继续纵容你欺骗他吗？方才你还义正言辞，但你为了自己的目的，诓骗大师兄破出降妖堂外的法阵，这难道不是利用？你明知人妖殊途，却不拒绝他对你的感情，这难道不是欺骗？首先，是你非要带我这只妖回来的；其次，我从来没有刻意要勾引过谁，是你们凡人一厢情愿，最后反而倒要怪在我们妖身上。若是你如此是非不分，那还真是人妖殊途，是我看错你了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，从现在开始，限你在我10步之内不能离开我的视线，除此之外哪儿也不能去。这里竟有捉妖的痕迹，为何他未将法器呈给掌门？弟子祝掌门日月昌明，松鹤长春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今日借寿典之机，众弟子齐聚一堂，为师甚为欣慰。但吾年事已高，凌霄派需有人担起重任。唐周，吴师兄唐江之闭门爱徒，心智坚定，道法精深，卓然不群，乃所有弟子之表率，亦是吾心中掌门继承人之首选。待我100年之后，凌霄派就交由你来掌管，我也便安心了。师兄的修为居于师门之首，平日里也对众多师弟师妹照顾有加，实乃当之无愧。3日之后，继承受封大典在此举行，想必各位都没有异议。身为捉妖天师，首要的职责便是不枉使命，杀尽天下一切妖怪。可唐师弟似乎对妖心存怜悯，此乃凌霄派大忌。出师捉妖以来，我自认问心无愧。不知大师兄何出此言？唐周一向谨守职责，从未徇私，不知此话可有证据？弟子无意发现，唐周的玉葫芦不久前曾拘过妖，可他却未如实上报，此乃欺骗师门，无视门规。唐周，为何隐瞒不报？掌门，我相信唐周师兄的为人，这当中一定有误会。我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跟他吵架？
现在出了事儿，他肯定要把我给卖了呀。唐周，我凌霄派绝不允许有私放小妖、罔顾正义之举。你这样做太令吾失望了。你捉了那么多妖，为何偏偏放过这一只？看来这只妖对你来说十分重要。难道说，你与他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唐周，立刻说出放走小妖的去向，否则按盟规严惩。掌门，弟子在游历中发现，人非全善，妖非尽恶，万事无绝对。只要细心教化，使妖从善，我们不必赶尽杀绝。你竟替妖说话！唐州忤逆师门，不忠不孝，恐怕难以承担一派之长的责任，望掌门三思。唐周，吾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马上说出妖孽去向。掌门，那小妖本性善良，曾救我于危难之境，我也悉心教化。唐周敢以性命保证，此妖以后绝无害人之心。他竟会为我这只妖说话？妖不会害人？难道你忘了你的师父是怎么死的吗？对妖心慈手软，就是弃天下苍生的安危于不顾。你的所作所为，让他的在天之灵何以瞑目？弟子违背盟规，甘愿领罚，绝无怨言。我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却如此任性，难道连掌门之位也不要了吗？我早已下定决心，将毕生献给凌霄派。当不当掌门对我而言，并无二致。依照门规，本座罚你戒鞭10道，然后送到思过间受戒反省。如果你依然固执己见，毫不悔改，不但再无可能继承掌门，我凌霄派也绝不容你。手下留情，掌门，请您手下留情。义兄在捉妖途中受过重伤，再这样打下去，他会没命的。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再也不敢这样了，不会任意而为了。这是我们师门之事，岂容你智慧？愣着做什么？走！走啊！走，走！这家店面还真是不错啊！是啊，下次再去一趟。对啊，好，多买点。哎，严丹姑娘，严丹姑娘，你昨日去哪儿了？唐师兄发现你不见了，急得到处找你呢。我昨天去山上逛了逛。杏仁酥你吃了吗？味道怎么样？什么杏仁酥啊？昨日我跟唐师兄下山，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杏仁酥，师兄说你一定爱吃，特意给你带回来。今日掌门寿典，我们特意去山下又买了几两，让大家一起尝尝。好啊。唐师兄是不是在山上给师傅贺寿？
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我出来透透气，上面太闷了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好，走吧。明明已经脱身了，还眼巴巴地往牢笼里跳。我果然是一只讲义气的好妖。是何妖物，竟藏在我的佩剑之中？当日你被人追杀，多亏我出手相救，才让你从法阵中脱身。等到小仙来救你，哎，你不说感谢我就罢了，竟还骂我是个妖物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你为何从不敢现身呢？要不是见你堂堂帝君被凡人罚跪在此，我忍无可忍了。不然，谁稀罕来见你？不管我以前是不是神仙，但我此刻是凌霄派的弟子，一朝入师门，终生需寻道。要是犯了错，就该受门规之罚。啊，迂腐你！你真是可惜你这身血脉了，竟自甘与凡夫俗子为伍啊！忠心仁义，妖物不会懂。我乃堂堂剑灵，我可不是什么妖物啊！在天界时，我便于剑中被你收服，随你下凡之后呢，便被你师父一同捡了回来，这我才成了你的佩剑了。既然我们在天上就已相识，那你可知我曾经和一个女子有过什么样的纠葛？这么多年，我总在梦中见到她，但是却始终无法看清楚她的面容。她说我欠她一个。行，你别说了，我可不想听你说那些儿女情长。多少的人，通天的神力，磅礴的野心，就因为这个爱情呢，毁于一旦了，没劲。我走了。哎，你身为我的佩剑剑灵，并非人身，日后便不要随便出来，这样会惊扰旁人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你们凡间的事情？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好好照顾你那身仙衣吧啊！我可不想再易主了。严淡姑娘，哎，你这是？我这过几日就要下山离开了，这段时日多亏大师兄对我照顾有加，小女子心里十分的感激。这不，找了2壶好酒，既是向你来道别，也是来道谢的。唐州虽被关了禁闭，但还有我在。你若愿意同我成亲的话，便可以留下来。是啊，但是义兄他对我有恩，如今呢，他受罚受伤，你说这婚事他要是不点头的话，我于心不安呢。今天就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了，良辰美酒的，大师兄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意啊。也是，缘分天定。今夜只喝酒，别的明日再说。爽快，来。好酒。再来。丹叔，你赶紧先回去吧。不行，严淡姐姐，我们一起走。丹叔，你要听话。严淡姐姐现在还有点事情，没有办法跟你一起离开。这样，你
你先回宜兰山，若是半个月后我还没有归来，你让于墨前来救我。我不能抛下你一人，我若不把你带回去，实在没法向山主大人交代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丹叔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我记得过段时日就是你的生辰了，我一定在生辰前赶回去，跟于墨好好给你庆祝的。那我让百灵姐姐准备好你爱吃的，等你回去跟我们一起团聚。好，快走吧。注意安全。多谢。都别这么客气，快起来吧。其实我能救你们，多亏了一个人的帮忙，我欠了他一份人情，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你怎么还没走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也敢进来？我们妖是知恩图报的，你是因为我才受此刑罚，我怎么可能走呢？听着，降妖堂现在着火了，有几只小妖趁乱攻上了山。若是此时你能够从天而降，将功补过，掌门以后就不会为难你了。快，来不及了！你呀，荒唐！切记，绝不可使用法力。若你身份被发现的话，哪怕我被打死也保不下你。还有，你现在速去通知掌门，然后找个地方躲好。我去将功补过了。那日是我轻敌，一不小心被你抓住，现在你终于落我手里了。被吸走了那么多的妖力，刚好吃几个甜食来补一补。他们这是要假戏真做，血洗凌霄派。他们竟然利用我，蒙骗我，自己闯的祸，我自己解决。亲戚，亲戚，没事吧？小心！不是不让你出来的吗？我不想因为我，你的师兄弟全死了。这时候别管我了，赶紧收妖吧。你为什么要帮这些天使？你明明就是……狗男人！前几日暴雨，意外破了降妖堂的法阵。狐妖暗中召集党羽营救，在逃脱之时，故意纵火报复。弟子率众人将所有的恶妖擒获，重新布下了法阵。日后绝不会发生类似之事。你受罚之时，仍不忘师门安危，无心甚伟。今夜降妖有功，功过相抵，之前的事，既往不咎了。谢掌门。掌门，掌门明鉴。掌门，其实之前义兄根本没有犯错，他是为了保护我。在归途当中，我因为十分好奇妖到底长什么样，便趁义兄不注意时，偷偷打开了那个玉葫芦。没有想到那小妖就趁机逃跑了，所以小妖并不是义兄放的，而是我不小心放的。义兄过后答应我隐瞒此事，他是个诚信之人，言出必践，方才又救了我一命，我实在不忍让他再蒙受冤屈了。
昨夜光顾着打斗，都忘了我的簪子掉了，谢谢啊。奇怪，我怎么刚刚看这簪子上面的花瓣亮了一下？当年师傅将这簪子给我的时候，说它的材质十分罕见。或许因为你是妖身，沾染了你的灵力，色泽才有了变化。其实我之前说我讨厌你，哎，那都是气话。我可以看得出来，你跟其他天师不一样，你并非道貌岸然，你是个好人。好人？我忙活了一晚上，就好人这么点感想？哎呀，你那伤怎么样了？我看看好点了吗？我没事，好得很，我刺起来。好啦，你之前误会了妖，我也误会了你，但是折腾了一番，你现在也知道妖有好的，我亦知道妖也有坏的，咱俩扯平了嘛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光是一个好人，我们是好朋友了。给个机会，重新开始嘛。谁要和一个冒冒失失、谎话连篇的莲花精做朋友？那我就当你夸我聪明、勇敢、美丽、大方喽。有这么自恋的吗？昨夜你平息了祸乱，你不仅得到了掌门的谅解，还得到了全派弟子的拜服，最重要的是因祸得福。我是不是也有什么奖励啊？比如说这个镯子。你行事鲁莽，还敢向我讨赏？我对掌门之位本来就没有兴趣，修行也不是为了这些虚名。你对掌门不感兴趣，难不成你想成亲生子？哦，你不会是假戏真做，喜欢上我了吧？别说你是妖了，就算你是女神仙，我也不可能会喜欢你。哎，那太好喽！从此以后，咱俩一别两宽，相忘于江湖。告辞。你不是说放我走吗？既然现在的危机已经解除了，那么先前的说辞便不作数了。你这个小人，看我打不死！切，还说不把别人当朋友，嘴硬。主要是你伤了元气，这药你补补。哎呀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不用那么客气，我没受伤。谁知道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啊？是不是在借机报复我？我这好心照顾你，居然不识好歹。行，那别喝了。哎，别，开玩笑，开个玩笑嘛。我喝。我来。过来。这平时都是我伺候你的份儿，没想到也有你侍奉我的一天。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。再来一口。掌门好。你救了他2次，如今又如此尽心尽力的照顾，可否对他动了情念啊？掌门误会了，昨夜义妹为了保护师门弟子而受了伤，她在这里无亲无故，理应照顾她。弟子绝无其他的非分之想。
你乃修行之人，将这些红尘俗事置之脑后，自然也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当年你师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你乃天选之人，日后定会成为凌霄派的栋梁。这些年，你也没有辜负我们，你的身上肩负着凌霄派的未来。天师以收妖做法，替天行道为毕生所求。身为一派之长，须明了世间万物皆为虚空，既不受红尘所扰，必当心无旁骛，断情绝爱。弟子对掌门之位，并没有企图。若是凌霄派需要，我愿为师门一生苦修，不染凡尘。你唯有成为掌门，才能真正的带领凌霄派蓬勃前进。希望你不负师父所望，肩负起守护师门的重任。凌霄派的盛衰兴废，全看你了。是。如今王都突现异象，百姓人心惶惶，安都王因而张榜，广招天师除妖。此乃师门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，吾将此重任交付于你，代表凌霄派前去王都，继任大典后，即刻动身。好。唐州秉承师训，今日受掌门继承者之法环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轮转中，为思念疯长。已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转一场，山海无路万心中。与别还休，恭喜师兄！青根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。难怪这安都王广招天师，这又是乌鸦又是血水的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近日王都中生于此时的女子大量失踪，想必定与宫中的异象大有关联。哎，我听闻整座王宫白花缠绕，如同国丧一般，实在太不吉利了。你说这宫里不会真的有妖吧？你对捉妖感兴趣？还不是因为你掌门让你过来降妖，你非带着我干嘛？怕你这个小妖祸害凡间。你不是要找什么神器治疗你身上的伤吗？你为何不直接跟你们掌门说，反而跑过来捉妖了？师门任务理应恪尽职守，我不想让掌门担心。等找齐了神器，再说不迟。怎么回事？附近有异动。严丹就在附近。云墨，严丹，云墨，我可太想你了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严丹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但是我找不到你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这身衣服挺合身的，哪儿偷的？我这身衣服说来话长，把我当空气了吗？我朋友来找我了。你就是那个白吃了我一盒点心的小子吧？严丹是不是你绑的？没错，
就是他。他有没有欺负你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可狠毒了，他把我当成奴婢使唤，让我给他洗衣做饭、剥螃蟹、研末，最关键的，他还逼我吃鱼。于墨，你就是他的那个于朋友，表哥于黑土啊。我的名字，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读错的。你是于妖，为何身上没有妖气？今日我们归家心切，不便与你纠缠，改日定会找你算账。我们走。天师捉妖，天经地义。严旦，你先去一旁，我会帮你把这些天吃的苦全部讨回来。你既想开打，我当然奉陪。这2个靠山我可是都要靠的，无论打伤了哪个，都是我的损失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么多瓷器也赔不起啊！那都是他打碎的。其实我刚才也夸大其词了，他对我吧也没有那么差。他把你带走这么久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好啊，那我就速战速决。来，好。我这细胳膊拧不过你们这2条大腿啊！怕了，溜了，你俩打吧，吃饭记得叫我啊！有了这美酒还有美食，一定要让那2条大腿握手言和。没想到当年天上一别，竟在这儿遇到你，天可怜见。这一次，我们就在凡界做个了断吧。此处有使用过术法的痕迹。若不是你纠缠不休，严旦也不会遇险的。这次救他，就不劳烦你了。我既收了他，自然要对他的安危负责。是严旦留下的。严旦，只系为了替你报仇，故意留下我的记忆。他可知你会再次落到我的手上？上仙之位，帝君之爱，凡胎之苦。今日我要向你一一讨回。严旦，严旦，严旦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在那儿。殿下都多久没召见王妃了？今儿怎么就突然破了例，竟还让您帮忙备酒呢？我自有我的伎俩，莫要过早。
这是我命人为你专门量身定做的戏服，你可愿着此心意，再为我表演一次？你本不爱看戏，又何必做此要求？你身陷权力厮杀，却频繁看戏，无非是想营造你耽于享乐、不成大器的形象，以掩人耳目，欺骗他人，保全自己。你我都心知肚明，又何苦戳破呢？情已陌路，大梦将醒。我只盼最后时分，你可以卸下伪装，与我真心相待，一如最初。江辰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的这个梦便可以长久地做下去。我也一一实现你心中所愿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仍不愿为我改变心意吗？我的心意从未变过，无论何时，我都会这么选。裴洛，既然你愿意圆我心愿，那你可否为我改变心意？今日你我重见，本应当恣意欢愉，不说那些不开心的。我为你准备了你最喜爱的梅子酿，今夜你我畅饮一番，不醉不休。喝了这杯酒，你我便重修于好。以后，你仍然是我最爱的王妃。裴洛，这是你所希望的吗？是。你的心愿，便是我的心愿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做事了。喝下这杯酒，你便会安心了。江辰，我与你之间本不该如此收场。你早已不是裴洛，你是安都王殿下。我错了，从给你丹药的那一刻起，我便错了，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
殿下小心，子瑶已现原形。给我追！毒性虽退，但妖元受损，短期之内无法恢复人身。严旦所现法阵十分诡异，非凡人所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各走各的路。我要带严旦回去看病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来这里是为了师门任务，跟严旦有何关系？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带他回去？伤害严旦的人很可能是宫中异象的元凶。王都大量女子失踪，人人自危，所以他们都闭门不出。严旦怕是那个时候就被盯上了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么多。你的职责是捉妖，我的责任是守护严旦。至于凶手是谁，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。我相信野兰山的温泉定能助他恢复。哎呀，我就是为了躲你们相争才这么倒霉的。被打回了真身，如今还来，团结一下不好吗？于墨，我们下山本就是日行一善的呀。若是有恶妖给我们妖族丢脸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把你那万妖之王的气势拿出来，给他们凌霄派看看，一定把那个害群之马给我找出来。再说了，如果弄清楚前因后果的话，我也可以在我的红尘路上添上一笔，这样不仅能够娱人，还可以警示。那你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自己的妖缘我清楚，无大碍的。况且经历人生况味，写出动人的折子戏，乃是我的大志。别再瞻前顾后的啦！我相信，凭借我们3个人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把真凶找出来。到时候我的毒自然就可以解啦。堂堂万妖之王，不会没有莲花精的觉悟高吧？我不与你计较，只是看在严旦的面子上，今日入宫除妖，别拖我后腿。恶妖已于宫中现身，请众天师速速前去助力。救朕！没错，那些女子都是我杀的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大胆妖孽，竟敢使用妖术魅惑殿下，草菅人命！我这便将你彻底铲除，替天行道。爱妃，殿下小心，此妖妖力尚未散尽，切莫近身，以免他满心怨气伤及殿下。将臣，佩洛，我好想回到我们初见的时候。
你也这般柔肤体弱，独立于这南市，倒是与我同病相怜。不如我与你作陪吧。雨伞，雨伞，来把雨伞吧！来，公子，看看雨伞。这把不错。店家，我要这把伞。是你的吗？哦，谢谢姑娘。没想到，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但我无悔，那把伞仍在我的心里。只是日后，再无人于风雨中为你撑伞，你要保重。佩洛。你能再抱抱我吗？若能死在你的怀里，我此生便无憾了。殿下，此妖物今日被殿下授意斩杀，岂会没有恨意？殿下切不可再被他的妖言所迷惑。江辰，所系种种，本王定会铭记于心，永志不忘。可有些错，既然犯下了，本王亦无可奈何。莫要怪本王。上穷碧落，下黄泉，徘徊泪将尽，沉落故事心。殿下，此妖缘已碎，即将灰飞烟灭。届时幽怨之气过盛，只怕会侵染殿下的身体，还望殿下速临。殿下，这位天师说得对，消除怨念的事，就交给我们吧。江辰姑娘，江辰，江辰姑娘，明明有异言，为何会如此啊？原来雨墨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花精，便是江辰。对不起，一言。江辰姑娘，
江辰，江辰，我们约定好，如果我写出了戏本，无论你在哪儿都会过来演出的。我一直按照我们的约定，如今戏本出的序章，可你却食言了，江辰。没想到，当年将臣爱上的那个病弱世子，已经变成了安都王。花间一族向来都是至情至性，绝不会萌生什么害人的心思。哦，方才呢，我已经暗中试探过他的妖元，发现他身上已经完全没有妖力了。如此看来的话，王宫里的种种异象，并非是他催发而生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些天师为何还惺惺作态，做出那么大的收妖阵仗给谁看？妖物害人一般都会暗中行事，为了避免发生异象，引火烧身。将臣的妖法我认得，他绝对不是害我之人。将臣是我的至交好友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洗脱冤屈。唐天师，你此行到宫中的任务是来除妖的，现如今将臣已死，你跟他又非亲非友的，我劝你啊，赶快领了赏赐之后，就离开吧。昙花花期极短，本该很快凋零，而宫中的这些昙花却长期盛开。此花是以妖法催化来挡煞气的，所以真正的妖一日未除，我便一日不会离开。你可是个捉妖师啊，你居然会同情妖？妖也有善恶之分啊。若将臣并非真正作恶的话，就不能让他含冤而死。你们两个都是好人，为什么要打来打去的？于墨，于墨，这样就对了嘛。握手言和，联合破案，我们一定要还将臣一个清白。我可没说要放了他，待此事了结之后，再算总账。没问题。诸位天师捉妖有功，本王赐你们黄金100两。即日起，张榜诏告，祸患已除，百姓安乐。谢殿下。禀殿下，在下有一个小师妹，曾在宫外与王妃在戏班一起共事。小师妹虽不知王妃生前是妖，但却知王妃心地纯良，绝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所以在下断定，此事必有蹊跷，还请殿下明察。休要信口雌黄！既然你师妹能跟妖做朋友，莫非你们也……这个天师其实是我的一位……唐天师，不必与他们计较。我们两个本是凌霄派的弟子，我是他的大师兄，他是我的小师弟。我们凌霄派的威名，岂是你们这些小门小派在这里污蔑的？好自为之吧。你刚刚说你小师妹和王妃是旧时之交，你能在此替她说话，想来也定是重情义之人。不过此事，本王已有定夺，尔等无需多言。禀殿下，
在下无意之间听到过王妃生前所吟之诗，在下猜测，王妃能写出这样的文字，其中定有隐情。说不定，她在宫中给您留下了什么。啊，当然，这件事情也只有您知道。 上穷碧落下黄泉。现如今，他已经是下了黄泉。那上穷碧落，殿下，让我来试试。殿下，木匣上被人施了特殊的灵术，普通法术难以打开，恐怕还要另想其他的办法。既然你可以找到这个木匣，那本王相信。 你一定也可以找到打开这个木匣的方法。这是爱妃留给本王最后的东西。今夜此时，我在后花园等你们。 将臣画中蕴藏的深意，竟然被他一语道破。看来山境中传言非虚，于墨提亲将臣被拒。看来于墨是真的很喜欢、很在意将臣啊。参见殿下。爱妃如今已经灰飞烟灭，我便再次埋了一些她的衣物，为她立了这衣冠冢。她生前最喜欢喝梅子酿，我特意命人多酿来几坛，今夜亲手为她祭酒，愿她能够安息。殿下既然如此爱慕王妃，为何还要找人杀她？ 有些话，本王无处诉说。今日听闻你师妹与王妃是旧相识，便特意召你们前来。本王与将臣夫妻情深，王妃是处处为本王着想，都是因为本王身患怪疾，王妃是为了给本王治病，才出此下策，杀人炼丹。纵使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本王。 但他罪孽深重，错了便是错了。本王总要给那些含冤而死的女子一个交代。殿下对王妃情深意重，众多女子无辜惨死，宫中谈话依然未能消退。若不做法净化一番的话，宫人会受怨灵侵扰。还望殿下准我们在宫中暂留一下，驱赶怨灵，消除怨念。 那便有劳天师了。王妃本是梨园名角，可精通炼丹之术，殿下却从来没有猜忌过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殿下早就知道王妃是妖。不错，本王早已知晓此事。当年本王在南都养伤，杀机四伏，爱妃就曾落过妖身，
救过本王的命。从前我没坦白我的身份，骗了你，你不怪我吗？我可是妖，你不怕吗？你可知，你现在在我眼里的模样，更像仙子。无论你是何身份，你都是救我于危难，伴我于孤苦的将臣啊。当时本王深信爱妃心地纯良，是人是妖又有何所谓？所以我承袭王位之后，立马封她为王妃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她爱令智昏，为我犯下了如此罪孽，终究是本王对不住的。在下与王妃亦是旧相识，得知王妃已逝，在下也是心痛不已。不知可否借殿下梅子酒一用，让我祭奠王妃，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呢？一言果然在她身上。她身上为何带有镇妖之物？若不将此物除去，恐怕无法拿回一眼。能有人与本王一同悼念王妃，吾心甚慰。现如今斯人已逝，还烦请殿下节哀。好不容易把你从唐周的手中抢回来，咱们两个也算是久别重逢了。要不要饮点茶？怎么了？我看你可是无精打采的，不开心，还是有什么心事？要不要我陪你聊聊？云墨，你怎么进我妖园里了？让你偷偷溜出去，现在知道山主大人的好了吧？这是花露，可以滋养妖元，快喝了吧。没想到我们的久别重逢，竟然是因为将臣之死。云墨，你现在还好吧？我能找到你，自然好极了。云墨能把最珍贵的一言给将臣，定然情深意重。如今将臣不在了，他怕是万般难过，不愿多提。我还是莫要再说此事，徒增他的伤心了。颜淡。啊，你们今日找到的那个檀木匣，上面纹着的是我们花间族的锁心藤，每颗藤的打开方式不同，你们后续要多多调查，来寻找打开的方式。好。还有，我知道一眼对你来说十分重要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找到它的。我已经知道一眼在何处了，只是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拿回。
待时机成熟，我一定会将她取回的。而且一眼可以帮助你恢复人身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家了。嗯。于墨呢？今天他怎么不来护花啊？我们山主大人刚刚痛失挚爱，只怕他想一个人悼念悼念，你就让他先缓一缓吧。他喜欢将臣。于墨曾经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给了将臣，可没有想到将臣还是选择了别人。这么多年，于墨对他念念不忘，没想到重逢之日便是死别。于墨心情肯定不佳。如果日后有冲撞你的地方，还请你多多体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专门用来净化怨灵的净身符。那妖妃果然厉害，竟然连凌霄派的天师都除不掉这些花。这怎么办啊？天师，请问，这里昙花是何时出现的？这月初5，王都内诸多生于子时的女子失踪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初始那日，妖妃的宫外便生出了这些昙花，一定是她将那些女子给活活生吃了。他们的怨灵才不肯离开。那最早的异象只有昙花吗？血河和乌鸦又是何时出现的？昙花疯长后，殿下第2日就召了天师入宫，但那妖妃好像并不害怕，反倒是变本加厉了起来。几日后，护城河突然血水横流，引来了成群的乌鸦。再后来，昙花越开越多，整座王宫都被白花缠绕，吓人得很。别说了，走吧。其实安都王早就召来了天师，为何反而生出了更多异象？就算将臣想帮安都王炼丹，可怎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作乱？爱妃喜欢听戏。可有很多戏，本王都还没来得及陪她听完，她却已经不在人世。你能陪本王一同听戏，消解痛苦，本王也算有机会可以说些体己话。王妃既已离世，烦请殿下勿要太过思量。能同殿下一同听戏，一同饮酒，实属在下荣幸。在下敬殿下一杯，烦请殿下节哀。此物竟是千年桃木所化，暗藏灵阵玄机，怕是极难破除。你可有找到打开木匣的方法？回殿下，打开王妃木匣的线索，定在王妃的寝宫当中。但是在下频繁地出入王妃寝宫，实属不便，不知能否烦请殿下赐我一道手谕，
方便查找。有此令牌，如本王亲临，用了它，不必束手束脚，尽快找到打开木匣的方法。是，谢殿下。娘子，保重身体，要紧。殿下，法事做得如何了？怨灵可有消散？未能完成，想必因怨念过深，还需几日。唐天师，快坐下，饮酒啊！师傅是让我们来收妖的，你日日喝酒，夜夜笙歌是吧？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我与殿下可谓是相见恨晚，故多饮了几杯，无妨。快坐下吧，别扫兴，饮酒。宫中怨灵还未净化，此事耽搁不得，你得跟我一起走。这件事情你如此上心，想必是想赶快去找小师妹邀功，讨她欢心吧？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，我懒得和你纠缠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术法不精，请人帮忙，还这个态度啊！再说了，那个木匣也是我找到的，此事与你无关吧？邀功也是我呀。还有啊，小师妹喜欢的是我，我劝你离她远点。不是已经握手言和了吗？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修行中人，原来也逃不过一个情字。有人把守，还不赶紧将云墨给你的令牌拿出来？你倒是机灵。当然了，就你这种小伎俩，骗得了裴洛，可骗不了我。安都王非常可疑，我需故意装作与你内斗，方能解除他的戒心，懂吗？妖心不正，才是阴谋诡计。这又不是阎兰山，我也不是陪你演戏的小妖。你看你。但是你可别忘了，现在他相信的是我这只妖，并不是你这个天师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可是安都王的令牌，得此令牌者，可以随意出入宫中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直说。聪明。安都王身上有一块千年桃木，是用来防妖的，我无法进他的身。那你为什么要进他的身？因为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啊。如果我说的是假的话，我同意和你大杀一场。成交。聪明，拿着。还有啊，严旦可不能同你一起查案。凭你的法力，我不放心啊，他必须跟着我。幕府可解，严旦不给。若有实证，我会给你发信号，召你前来。再说了，以我对你跟云墨的了解，既然决定联合调查，就不可能中途变卦，更别说还拿什么莫须有的小师妹说事儿。要我说，就你这种浮夸的演戏，连我们戏台都登不上。要不然你拜我为师？若是在我师门，你这种狂妄小妖早就被关进捉妖瓶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的玉葫芦正缺一只花插瓶，你觉得你自己合适吗？
自封妃之后，每年生辰，安都王都会赠王妃交房之喜。这几年为何停了？哎，这里记载，王妃于壬辰年孟月自请封宫，安都王受益，其宫中份例一律减半。看来他们早已不和。姑娘，请留步。姑娘，这花从何而来？你要抱它去哪儿啊？此花原由殿下和王妃合种在百花园中，如今王妃已经亡故，此花无人照料，殿下便下令把它丢了。这个裴洛口口声声说深爱着将臣，可如今却要丢掉他们一起种的花，这一定有问题。大胆，竟敢挡我们圣德侧妃的路，还不赶快让开！一个妃子，身边为何竟是素衣术士？放肆！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还不赶快跪下请罪！慢着！帝君，你们认识吗？帝君是什么？侧妃怕是认错了。在下凌霄派天师唐周，奉安都王之命，前来驱除怨灵。今日初见，不慎冲撞了侧妃，还请侧妃见谅。帝君下凡历难，定是不记得九重天上之事了。落轿。我并未认错，我亦是修炼之人。昔年我于师门修行时，曾习得卜算之法，能见人的过往当下。方才我见公子身上颇有仙气，以前定是九重天上的神仙，故而这般称呼，请勿见怪。哎，你还真是神仙啊！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等你飞升成仙那日，可别忘了带带我啊！颜淡，你竟还活着！没想到到了凡间，你仍在帝君身侧。侧妃，侧妃，侧妃既是术士，为何会入宫为妃呢？又为何会有净身符？说来话长，此处并非叙话之地。唐公子受命去除怨灵，却在此徘徊，想必是遇到了难题。王公公语上千，线索繁多。既然公子撞上了我的教辇，自然是与我有缘。不如公子去我宫中一叙，说不定我能帮助一二。合欢露可催情生恋，往日在安都王身上已应验。帝君如今是肉体凡胎，亦不能抵挡。若我能与帝君交好，攫取帝君神力，我说这妃子之位，便是安都王位。
也不必放在眼里。唐公子，你四处奔走定是劳累，我为你泡了杯香茶，你可以先坐下歇息片刻。不必了，任务在身，就不劳侧妃了。侧妃赐茶，不接只怕不敬。你表现的随和些，接下来才好套话。别闹了。唐公子不必着急，你且安心饮茶。我自会将宫中的情形一一告知。多谢侧妃。哦，对了，侧妃，你宫中的修炼用物都是何人所用啊？殿下酷爱修行之术，在巡游中与我结识，便将我强行纳为了侧妃。此后，他便常让我做一些修炼用物，灵文符咒与他使用。方才公子所见的净身符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至于殿下为何要此物，又用作何处，那我便不知了。这个裴洛，表面上对将臣一往情深，背后却强抢民女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，他就是狡言违行，这背后一定另有阴谋。那他所用的净身符，可否与我一看？同为术士，自该相助。9位，此物需每日更换，这张符纸便是刚换下来的。如若9位身中，定是每日悬挂于9阁之中。多谢侧妃解惑，我先行告退。无妨。帝君，元旦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殿下，不知殿下身上一直所佩的饰物是为何物？哦，这个是之前宫中来的捉妖天师，担心宫中妖邪未退，便给了我这千年桃木，驱邪镇妖，用以御身。千年桃木实为辟邪神器，可是桃木性烈，难调，若碰到相冲之物，必然适得其反。不如我帮殿下瞧瞧。这个天师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以佐以玳瑁、麒麟角幻土融入其中，助其电照风行，物尽其用。这几味用料颇为讲究，若不是修炼之人，极难知晓。他怎会对术法之事如此了解？难道在私练功法？殿下，有一名天师今日进了侧妃宫里。我还有些政务要处理，天师先自饮吧。殿下请便。
其他烛台上皆沾有蜡油，为何这只如此干净？除非它不是用来点灯的。此处灵力聚集，定是裴洛修炼之所。可惜镇妖符在此，唯有唐周能破，便宜这小子了。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，还隐隐透出一股血腥之气。我进阁前才发的信号，你来的倒挺快。我是担心你的法力平平，拖累我和颜淡。你们快来看，是之前失踪的那些女子。这些女子是被割喉放血而死，看来并非是妖邪所致，而是人祸。难怪那小子跑得那么快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他身上设了追踪符。哦，那还不快追！哦。这边，追踪符已破，他发现了。来人啊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殿下不必担心，追踪符设有磷粉，灯火一熄，磷粉亮起，暴露无遗。在思练功法，你诈我！你虽为人，为祸之身却远胜妖魔，居然还以桃木符傍身，真是讽刺。
堂堂万妖之王，还不是需要一个肉体凡胎相助？等着吧。别聊了，快点吧。哇，谢了。积血文，以血献祭，皆为邪术。残杀子民，以满私欲，怎配为一方王侯？若有我，天下作甚念，有何要紧？若无我，又何来天下？你为了一己私念，屠戮生灵，陷害挚爱，居然还想把罪名赖在我们的妖的头上！你们身为天师，却携带妖物，道貌岸然，也敢智慧本王？哎，你可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可别说把他打回真身这件事，与你无关啊！我与此花有何干系？多说无益，今日我身上这纹路，怕是要多加几道了。我的长生丹就要炼成了，你们拦不了我。你的不离锁对花有用吗？法术记下，你是花是人，我皆能将你召回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林丹，快走啊！一步！严大，谁让你自作主张了？就该把你关在玉葫芦里。只要能为将臣报仇，这点花瓣不算什么。丹药以血淬炼，聚阴生煞，服之五脏俱焚。你将不知血河、乌鸦异象、杀人炼丹的种种罪行嫁祸在将臣身上，你还口口声声地说爱他，
你懂什么是爱吗？是他先负的我。王妃久久无出，殿下先前又身怀恶疾，各方常有异动，我等实为忧虑啊。还望殿下早日封妃纳新，子嗣绵延，方可稳定民心啊。本王曾与王妃约誓，终生厮守，唯有彼此，断不可能再纳新人。更何况，本王的旧疾早已康复，不用再劝了。殿下，殿下，莫不是旧疾犯了？快传大夫！是，殿下。裴洛，大夫已言明，你只是一时心急，胸口淤痰，往日旧疾早已痊愈，你大可不必焦心。除去极恶，与常人无异。我乃至尊人杰，定是要长命百岁，与天同寿。你为何还执念于长生？我曾久病缠身，差点同你天人永隔，我怎能不后怕？若我无法长生，民心生疑，这王都迟早有一天都要拱手让人。我顶着谋士的压力，始终不肯纳谏，是因为你我有约定，只有彼此。你若不助我长生，又如何实现厮守终生的诺言？江辰，再给我一颗神丹吧。当年你命短受妖，只求多活几日。我祝你如常人般康健，你可以平安到老了。为何还不知足？你是妖，你可以活千秋万载，可我纵然病愈，也不过寿命数10年。助我长生对你而言轻而易举，为何你这般自私，就是不肯助我？无中生有之事，你叫我如何帮你？裴洛，你为何变得如此贪婪？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模样和心愿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信守诺言，承受了多少重压？对于纳妃之剑，我一概不理。你有为我考虑过吗？江辰，不是我变了，是你变了。那侧妃绵延子嗣，能安抚你的证据，那你便纳吧。二娘子，你我两情相悦，定当永结同心。夫君，岂敢一片痴情，定当永不负心。娘子，今夕如昨，却物是人非。这就是那位善修术法的圣德侧妃。这帮戏子的唱功极差，远不如你。不如王妃登台表演一段，给我们助助兴。
我无法相助殿下，不配做这个王妃。将臣自请封宫，从此不出宫门半步。王妃宁愿与殿下永不相见，也不愿意助殿下一臂之力吗？将臣，是你先违背了我们之间的誓言，日后莫要后悔。即便我困死宫中，也不后悔。原来王权野心是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的。他为了你的王位，不惜暴露自己的腰身，顶罪自戕，甚至损耗自己的腰力，为你拦住了杀人炼丹的煞气。他做了这一切，怎么可能负你呢？他既然说爱我，却不肯助我长生，让我与他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那便是不够爱了。若不是他有心隐瞒，我又何苦练此功法，又何苦推他出来顶罪？明明是你执念太深，他并没有瞒你。这世上本无什么长生不老之法，你能活到现在，也不是因为杀人炼丹，而是因为将臣帮你寻了一样宝物，才可以让你延续性命。而你却不知天高地厚，不懂感恩，只知贪婪。此法物于你于他，是祸非福。昔日之言，今日终于应验。你什么意思？将臣为了你，向我多借了20年的光阴。这20年，他只求你快乐，而现如今，心愿已破，戒主已丧，是时候该收回我的东西了。这便是你的义眼吗？此物并非普通妖猿，他究竟是何人？你双手已沾满鲜血，天意不容。将臣一定有办法。神丹，匣子里肯定有神丹，匣子里肯定有神丹，你们一定有办法打开它。锁心藤乃是花精族妖法，由执念所化，唯有化解心结才能打开。将臣既是因你生愿，能打开此匣的，便只有你。原来将臣想要的是心上人的一滴泪。将臣，裴洛，封妃乃王公重视，你我早已登载史册，流传万世，为何还要学百姓做法？
共写婚书啊？我不在乎流传万世，只喜好这婚书，名字共写，好证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可得把它好好藏好，万一哪一天你说话不作数呢？我一心解你病痛，圆你心愿，没曾想，却又给了你新的禁锢。自始至终，将臣心中只希望你平安喜乐。有朝一日，再与君共撑纸伞，相濡以沫。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唯愿君心似我心，不慕江山只慕人。江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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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花里还有将臣的最后一口真气，快让裴洛再看他一眼。江辰，江辰，我来晚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求长生了。江辰，江辰，你的心愿已了，你安息吧。放心，我会记住我们的约定，我会替你好好看这个世界，历尽人世间的五毒六妄、七情八苦，写出刻骨铭心的戏本，感动三界四海。颜淡，你是否觉得我此般娶回一眼，过于残忍？若是裴洛相信将臣，不该到这一步。相爱之人本应坦诚相待，不留嫌隙。倘若有一天，你发现我骗了你些什么，你会怎么做？
山主大人也有对不起我的时候吗？那自然是要让你做牛做马，好好补偿一下了。方才我探了一下裴洛，以他的修为，不可能施展困住严丹的法阵。以他看四叶邯郸的神色，却像毫不知情。如此看来，伤严丹之人，与此案并无关联。安东王一事，王都必定会大乱，我们得先离开这里。等一下，现如今我已经拿回一眼，我可以催用我的灵力，来化毁严丹的人身。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？现在把它画出来的话，太过于冒险。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是2个人，现在多出了1个，你觉得别人不会怀疑吗？一切等出去了之后再说。等等，方才在密室中，我察觉有一事奇怪，明明风力已停，我的花瓣却仍然飘去了丹炉炉顶。此路不凡，或许是其中藏有什么厉害的法器。神气里沉，出现时会有万物席卷，烽烟立止之异象。说不定丹炉中藏的就是李晨，我们速速回去一探。侧妃，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行此恶举！说，为何要害人？天师饶命！我们在侧妃宫中拖到幼物，被他撞破，这才一时动了歪念。圣德谢过公子。公子救圣德性命，圣德无以为报。我愿将我师门法宝李晨赠与公子，以报救命之恩。侧妃，我也正在寻找此物，那就有劳侧妃了。安都王不仅强行纳我为妃，还因发现了我贺心门的至宝李晨，欲占为己有，屠我满门。此法器灵力不凡，以法施出，清风席卷，气无力止，万尘可散。这宝物从未有过认主之相。我为修炼之人，知晓所有法器皆有灵性。既然宝物认主，那必定是与公子有缘。公子便请收下吧。多亏有我，才未错失神器。等出宫了，你可得准备8针玉石、传奇画本，好好感谢下我。听说唐师弟清正洒脱，不染物欲，如此看来也是假的吧？看来于师兄也并不了解我。我这个人吧，既贪婪又小气，别说是宝物了，哪怕是一朵花，我都会占为己有。
更不可能会让给旁人。哼！此物需通晓玉器法诀，方能使出神力，不然便一如普通浮尘。安都王昔日略得匆忙，法诀应该还在我师门之中。不知诸位可否愿意多费些脚程？看来侧妃的意思是，只有我们送你回师门，才肯将玉器的法诀交予我们。安都王已死，也没有人再限制我的自由。我想重回师门，为师父守灵，只是师门路遥，去途艰险，我孤身一人，不免畏惧。此物与我有救命之用，多谢侧妃相赠，我定会护送侧妃回师门。盛德去忙了，有些事情我要通知你。王公案已结，我要带严旦回家去。他秉性未清，还需继续教化。他是我野兰山的妖，该如何行动，需要你的指点吗？不离所为正，他现在是我的妖。你现在就把这法术解了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阁下的意思是，让我连你一起抓了？那就试试吧。哎，又开始了，这两个人我一个都不敢得罪，真是大王打架，小妖遭殃啊！你要带他走，可曾问过他的心思？好啊，现在我便让你亲耳听听，他是什么心意。不许动，出来说话。我终于变出来了！我只身在外折腾那么久，我看看我没事吧？我这破竹子怎么还在？啊？在就在吧，在就在。放心吧，年轻依旧是倾力出尘。我得试试我的妖力还在不在。妖力？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？我是……他是我所抓的小妖，之前呢一直藏于我的袖中。听取了王公诸事，因知晓你的身份。不过他秉性善良，绝不伤人，不必担心。既有唐公子担保，盛德便没有什么顾虑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严旦。之前多亏了你给我们线索，这才让我们把安都王的嘴脸给揭穿了。客气了，我还得多谢你们救我于水火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严旦，唐州已经答应盛德送他回师门了，而且盛德这一路端茶送水，体贴照顾，相处甚好。我们两个就不必再次打扰了，就此别过吧。盛德是客人，不必劳烦他。我向来有严旦伺候，所以他必须留下。唐州，你忘了你身上的使命吗？你可谓是肩负重任，而且人妖殊途，就算再舍不得，终究也是要别离的。我相信，你懂我在说什么。是去是留，不是你说了算，终究还是要过问他自己的意思。哎，这样吧，那我说两句吧。其实我呢，这些日子经历神府、凌霄派之行，还有王宫之事，我也明白了，与好友死别之痛，为好友报仇之快。可就算经历了这些，我对世间的人心、世事还有很多的疑惑，所以我想还是周游四方，早日完成与将臣的约定，写出一部名扬四海的细折子。这么说，你不想回夜来山了？我当然想回，那是我的家，可是不是现在。
咱们下山不是也为了日行一善吗？再说了，唐周已经答应盛德送他回师门了，2个人也不方便，不如我们一同游历，好好体会下人生，还能互相照顾。你觉得呢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会尊重他的心意。颜淡，嗯，答应你便是。